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谭松韵蓝发紫纱裙，从油画里走出来的美人，配得上世间一切美好。谁能想到，一抹雾霾蓝竟能在娱乐圈掀起如此大的波澜？10月27日，腾讯视频 V 世界大会的红毯上，谭松韵缓步而来，现场灯光流转，她那一头冷调的雾霾蓝长发在空气中轻轻摆动，蓝与紫交织的层叠色彩，让人恍惚间仿佛看见了某幅古典油画中走出的灵魂人物。紫色纱裙轻盈如雾，风一拂，裙摆晕开成浪，仿佛空气中都带着梦幻的温柔。闪光灯几乎在同一时间爆闪成片，所有人都意识到，那个曾经以甜美少女感著称的谭松韵，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姿态站在聚光灯下。这一刻，她不再只是那个让人怜惜的耿耿，也不再只是观众熟悉的李尖尖，她像是在用一次视觉革命宣告自己的蜕变。我不只是甜。有人说，谭松韵的蓝发是一次造型实验，但更多人觉得那是一场精准到位的形象战略布局。别人染蓝是造型，他染蓝是本体。这句网友评论冲上热搜，也许正戳中了重点。这不是盲目的突破，而是一次带有剧本意识的艺术呈现。蓝色是冷静、理智、深邃与孤独的象征，它既能柔和甜美，也能传递力量与距离感，恰好与他新剧《兰香如故》中角色的气质不谋而合。剧中的许兰香是一个柔中带刚，看似温婉却心怀坚持的女性。她经历了时代与命运的捶打，却始终不失纯粹的内心。那一抹蓝色，正是她精神的颜色。而谭松韵团队选择此时以蓝发示人，无疑是一种角色与现实交错的营销手法。这种高度契合的形象管理，不仅让人记住造型，更让人联想到角色与作品，实现了从视觉传播到情感共鸣的双重打击。业内有评论指出，这场造型背后隐藏的是谭松韵团队对艺人 IP 进阶化的深思熟虑。他不再满足于可爱青春的标签，而是希望构建一个更有深度、更有张力的公众形象。蓝发是一个信号，它在告诉观众，甜美也有锋芒，温柔之下藏着力量。娱乐圈残酷的现实是，女演员的黄金年龄往往被设定的异常狭窄，20岁被称作少女，30岁便要转型。这个转型期成就无数人，也困住了更多人。那些曾以少女感成名的演员，到30岁往往都会陷入尴尬。观众嫌他们扮嫩，市场却不给他们足够的成熟角色。谭松韵也逃不过这道甜妹困局。她的长相天真，气质温柔，笑容有感染力，这是她成名的优势，也是她发展的隐形桎梏。她曾在采访中说，我不想被标签定义，我希望观众看到的是角色，而不是我自己的样子。这句话看似轻描淡写，却道出了一个演员的自我觉醒。要撕掉甜妹标签，谈何容易？观众的印象往往比市场顽固得多。哪怕你演了复杂的角色，他们依旧记得那个笑得天真的耿耿。于是，谭松韵选择了另一条路，不是摧毁旧形象，而是温柔地延展它。蓝发不是反叛，而是重塑。它让她在熟悉与陌生之间找到新的平衡。她没有硬生生地转向冷艳霸气的大女主，而是以一种渐进的方式让观众适应她的新气质。这是一个聪明且可持续的转型模式。正如某时尚编辑所评价的那样，谭松韵没有扔掉少女感，她只是把少女升级成了成熟的少女。她依旧温柔，却更坚定，依旧笑着，但笑容里多了一层力量。双引号。回顾谭松韵的作品，可以清晰地看到她的成长轨迹。
最好的我们里的耿耿，是纯净校园的缩影，是懵懂爱恋的象征。他的眼神清澈，笑容中带着一点笨拙的可爱。到了以家人之名，他饰演的李尖尖则多了现实的棱角。他懂得爱，也懂得失去。他会逞强，也会流泪。那时的谭松韵开始让观众看到她演情绪的能力，而不仅仅是演少女。再后来，请叫我总监中的《柠檬归路》中的龚小棠，《我们的日子》里的刘淑霞，每一个角色都在悄悄推进她的成熟线。而《兰香如故》中的许兰香，则是她迄今为止最具象征意义的角色，既有兰的温柔，又有香的坚韧。她的外表仍旧柔软，但内核早已生出锋芒。当蓝发与紫纱裙出现在镜头前时，那不仅仅是造型，而是一种角色延伸的隐喻。谭松韵终于在少女与女人之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三种状态。如果说表演是演员的内在叙事，那么造型就是他们的外在语言。谭松韵的这次亮相不仅赢得了大众的惊艳，更被时尚界高度关注。众多博主和造型师分析她的造型搭配时指出，雾霾蓝与浅紫的组合极其考验气质，蓝太冷则显得疏离，紫太亮又容易俗气，而它恰好拿捏了那种雾感的优雅，像油画中的柔光，不刺眼，却让人舍不得移开视线。这种色彩的叙事恰恰是她当下形象策略的核心。在视觉文化时代，女明星的每一次公开亮相都是一次内容传播。谭松韵显然懂这一点，她不再只是穿得好看，而是在讲故事，让造型成为她职业叙事的一部分。就像她的蓝发，不仅仅是为了惊艳现场，而是为了传达情绪，传递理念。她既象征角色的坚韧，也暗示她本人在职业路上的坚定。从社交媒体反馈来看，谭松韵这次的蓝发造型几乎是全网级别的成功。微博话题谭松韵染了蓝发阅读量持续飙升，网友们的讨论从好美逐渐转向她变了，她终于敢了，她越来越像自己了。短视频平台上关于她造型的视频播放量破亿，甚至引发了雾霾蓝染发热。不少年轻女生表示，看完谭松韵，我也想去染蓝。双引号，这就是一个成熟艺人形象转型的标志性成功，不是逼着观众接受，而是让他们主动模仿。同时，这种讨论热度也为他的新剧提前积攒了巨大的期待值。无论观众是否意识到，他们已被自然地带入了谭松韵构筑的新叙事。他不再只是演戏，他在生活中延伸角色。这是一种生活级作品的美学。谭松韵身上有一种罕见的特质，她的柔软里藏着韧性。她不急不躁，不争不抢，却能在浮躁的娱乐环境中一步步稳稳向上。从《甄嬛传》的小纯儿到如今的电视剧女主，她没有依靠任何爆梗式话题，靠的全是作品与口碑的积累。她不喜欢炒作，也很少营业私人生活，但每次出现在公众视线中，几乎都能引发话题。因为他的出现总有内容，他懂得留白，懂得节奏，而这正是许多艺人急功近利时代最缺的东西。这一次，他用蓝发打破了旧有印象，却依旧保留了谭松韵式的温度，那种静水深流的气质，反而让这场转型显得格外高级。谭松韵的这次造型不仅仅是一个造型事件，更像是一堂关于女演员形象转型的课。在快速消费的时代，观众容易审美疲劳，而女演员更容易被标签绑架。真正聪明的艺人，不是突然翻盘，而是像她一样用作品与造型的协同，完成自然过渡。这种策略可以总结为3步走： 1. 以角色为支点，造型为延伸； 2. 让形象进化而非突变； 3. 以观众情感为核心，逐步建立认同感。谭松韵的成功正是这3步的完美示范。
当那抹雾霾蓝渐渐褪去，我们或许会再次看到他以另一种面貌出现，或是更成熟的角色，或是更前卫的时尚风格。但无论哪一种，都已经不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演员成长的完整轨迹。他用温柔包裹锋利，用从容对抗偏见。在这个追求流量爆点的时代，他选择了以稳扎稳打的方式完成转型，这份慢的力量恰恰是最打动人心的。正如一位网友所说，谭松韵不是变了，而是他终于长成了他自己。双引号结语，蓝发是颜色，更是态度。它属于许兰香，也属于谭松韵。当光线打在那抹雾霾蓝上，闪出微微的银灰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漂亮的造型，而是一个演员在30岁的路口上如何优雅地与命运对话。他从油画里走出来，又走进现实的舞台，带着属于他的故事，带着那份独一无二的蓝色温柔。他配得上世间一切美好。